今天要开箱的是第一次购买小米的产品，竟然是它可以用手机蓝牙连线来操控它，不需要使用额外的遥控器。今天要开箱的是第一次购买小米的产品，竟然是遥控车。没有错，这是小米推出的智能遥控车。为什么叫智能呢？也就是说，它可以用手机蓝牙连线来操控它，不需要使用额外的遥控器。是由铃木原厂授权1:16比例的 Gemini。Gemini 是一台非常热门的车种，不管是实车啊，还是遥控车，或者是模型车，都卖得非常的好。小米也搭上了 Gemini 的顺风车，推出了这台智能遥控车。这台车当初在众筹的时候，首批特价是人民币179元，那之后售价会恢复到199元。由于台湾小米并没有同步贩售这个产品，所以我是在虾皮上找代购购买的。最后我的入手价钱是台币1130元含运。接着来看一下外箱吧，那这里有写是1:16的比例，然后右上角有小米的 logo， 那左右两侧也是都有小米的 logo， 这边有实车的照片，背面这里有写它是原厂的授权，然后有仿真的底盘，可以用蓝牙连接，4轮驱动，拥有全比例的转向，可以用 USB 充电，有一些简单的说明，然后有原厂的授权在这里，使用蓝牙的连接。里面也有做纸盒的保护，上面这里是它的说明书，还有贴纸，附的贴纸可以自由的看想要贴在哪个地方，还有黑色跟白色的 Suzuki 的字样跟 Gemini 的字样，还有小米的 logo。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说明书。还有背面有一些简单的故障处理，这边有操作 App 的 QR code 可以从这里扫，这里有充电线在这边，因为它是1:16的，所以体积并不大，平常用这个转盘拍1:10车子的时候都放不下。那1:16就可以很刚好的放在中间。给大家看一下车身的外观。它本身是做消光的处理，车身还有车顶都是消光，比较不会沾指纹。那大小大概是2个手掌的大小，所以在室内玩应该算非常的合适，在桌上玩可能有点太大。1:35的奥兰多可以放在旁边当做比例，大概是2倍大，可以放在车顶上。车身的细节，先来看车头。那车头这里水箱罩有铃木的 logo， 还有 Gemini 的车牌。那灯壳也是做的算蛮漂亮的，大灯日后是可以装灯的，因为我跟里面是有预留像电镀的灯座，那风向灯跟雾灯就不确定能不能装。车尾的部分也是尾灯有孔洞，然后拆解看看里面有没有灯座可以安装。备胎上有小米的 logo， 那左边有铃木的车标，那右边是有 Gemini 的，看起来像金属标贴，然后有尾门的细节。那照后镜的部分是软胶的，所以可以不怕翻车会折断。那也是有镜面，那镜面效果还不错。雨刷的细节也是不错。车身可以上个墨线，看起来会更象征像门缝线啊，或者是引擎盖的接缝，然后进气口之类的，这样细节会更好看。那看一下它轮胎的细节，它的轮框应该是塑胶框，
然后一样是有防滑螺帽，那胎皮材质蛮软的，是有抓地的材质。那它本身有粘胎处理啊，所以没办法拆开来在里面放配重之类的。那前后的胎皮都是原厂就帮你粘好了，日后看有没有替换的胎，或者是原厂有出配件的话，或许可以单独的买胎跟框，然后可以做配重的处理。那后面排气管这边就是充电孔，然后充电线就是可以直接插入排气管做充电的动作，另外一边就接你的行动电源或者是手机的充电器。那底盘一样是前后车桥的设计，那这个车桥盖非常的像那个纳西式的优塔车桥，前后都一样。那伺服器是装在大梁上，就是梁上伺服。那前后都是只有单独的算2连杆，所以它落差比较没有办法大角度，很容易就会产生抬脚的动作，没有办法落差很大，但是应该也算象征的范围之内。伺服器是在大梁上，所以会产生落差转向的状态，有可能会前进后退的时候，车子会没办法直走，这是一个算小小的缺点。就虚位也是稍微的大了一些。传动轴也是塑胶的材质，那方向有稍微的没有对齐，它的锁点有大概偏差了一点，前面后面都一样。那马达的部分在这里，电池是放在后方，然后这边应该是它的控制器、电变3合1，还有包含蓝牙模组等等的。那避震器也有弹簧，没有油压，之后看会不会出改装件，或者是可以找到小比例替代的避震器。因为只有弹簧的话，由于它车身很轻，所以会非常的弹跳。原厂的落差高度不大，因为它悬吊还有它拉杆结构的关系。稍微来测量一下，然后非常容易落差就会抬脚，大概只有这样的落差范围，它已经快要离地了。看一下这高度大概只有不到2公分的落差。大约都也是2公分不到的落差左右就会抬脚，很容易就推动车子。原厂的减速比应该不大，那刚刚有注意到说明书上面有写车身的尺寸，然后重量350克，减速比是26.85，可能要稍微再大一点会更好操控。那电池是3.7伏特500毫安的锂电池，后轮的避震行程还算蛮大的，只是因为车身轻的关系，所以没有办法使用全部的行程。之后如果有一些改装配件，应该可以用更多的行程。那前轮的部分有一点会干涉到，就是它的转向的拉杆。那另外一边就落差比较大，这里的话落差会干涉到大梁。那后轮这里发现它会有一点
摩擦到排气管。后弹簧好像也会摩擦到。讲一下它附的这个贴纸，1、2、3种。那这个是给你贴第三刹车灯，它是贴在这个位置。那说明书上也都有标示。然后这2个是贴倒车灯，是贴在这2个地方。然后橘色的部分，这里2个是要贴侧方向灯，这里那有贴纸的装饰。那其他部分就是车子的Gemini跟铃木的标贴，看你自由想要贴哪里，不贴也可以。我们量一下它轮胎的尺寸，15.2，直径大概是46左右，轮框的直径大约是23左右，轴距大约是144mm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让车子充电吧。那本身送来的时候，车子的电应该不是满电的状态，所以我们就先让它充电。那充电的时候会显示白色的呼吸灯，那充满的话灯就会自动的熄灭。先来安装 App。那因为它还没有在台湾小米贩售，所以 Google 商店上面是找不到它的操作 App。那如果你是用 iPhone 的话，在 Apple 商店里面是可以直接搜寻到智能遥控车或者是 Mi-Car 就会找得到。如果是安卓的话，扫描旁边这个 QR code， 那可以来安装，或者是可以看我说明栏里面会放上下载的网址。然后接着我们来拍 App 跟车子连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把 App 打开。然后它会通知你要开始连接。那连接之前，我们先把车子的电源打开。那我这台收到的时候，它开启电源并没有蓝色的蓝牙指示灯，所以也研究了很久，发现我这还是要按2下才会开启电源，然后关闭的时候也是要按2下。OK， 我们先把车子架高，接着我们就按开始连接。然后就会找附近蓝牙设备，啊，找到你的车就会显示你的 Gemini 绿色，然后后面应该是它的车身代码，就点它。那右边出现了蓝牙的图示，就代表车子已经连线好了，就按确定。那这时候你的车子已经跟手机连线了。那右边这边就是操作那个方向，左右方向，好像是有比例控制的，不过因为触控的关系，所以没有说很灵敏啊，没有办法像一般玩专业的遥控车那么灵敏，但至少也有比例转向。那左边这边就是控制油门，油门也是有比例控操作，但是微微的动一点车子就会转蛮多的，没有办法非常慢的控制。最慢大概也是会这样子的速度，那一样是有比例控制。那左上方有一个旋转的按钮，按下去就会有体感的控制，这时候方向盘就靠你的手机来左右控制。那萤幕上面也会只剩下油门操作摇杆，所以你就可以专心的操作油门，然后靠体感控制来转向。那切回来就一样的摇杆控制。那左上方有一个调整钮，按下去的时候会有转向中立点啊，还有转向的角度大小可以来做微调。如果中立点没办法直走的话，也可以靠这里来控制。那接着看
左边这个是限速模式，你打开的时候车子的最高速会被限制住。那我们现在先关掉，然后操作到最高速，听声音会不一样。这是最高速的声音。那我们现在打开限速开关，会变得稍微慢一点，那后退也是一样，退出就会变快。那右边这个是辅助刹车，就是中立点会有刹车的效果。那现在是没有开中立点刹车的时候，范我们会稍微的滑动一下。那打开，范我们车子就会刹车停住。那在斜坡啊，或者是在桌上比较小空间的地方玩的话，可以帮助你赶快把车子停下来，或者是上下坡可以辅助慢慢的滑动。还有右上角这里有一个设定钮，这里就有一些你的偏好设置，例如说你是左撇子或右撇子，可以从这里可以调整你的习惯的操作方向。然后也是有你的语言啊，或者是你新手教程。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或是没有玩过的话，它这里也有一些简单的教学可以让你看，或是一些调整。然后也有版本更新，可以从这里可以更新它软体的设置。那接着回到主画面，这边有一个方向盘，那就是你的车库。那目前小米只有一台 Gemini， 所以车库里面就是会显示它。然后有速度啊、加速度操控，还有越野它的性能，说不定之后可以更新、调整性能，或是增加一些改装件啊，或是遥控开灯，或是其他的设备等等。那这边有一些不同角度的照片可以看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车子放下来操控看看吧。因为在桌上操作，所以我们把限速打开，还有中立点辅助刹车也打开，比较安全一点。试着操作看看。车子玩起来是线性是蛮冲的啦，因为减速比不够的关系，所以要上落差的时候要加多一点油门，车子才会上得去。比较没有办法慢慢的爬，就可能需要一点冲力，后退上不来，把限速关掉，让动力会稍微的强一点。比较难细腻的操控，要多练习，然后落差也不能说太大。试着用体感操控看看。上不去。刚开始玩可能用体感控制会觉得比较容易一点，但是转向的大小还是要稍微练习一下。主要是车子的减速比觉得不太够，或者是它油门输出的线性，所以很难慢慢的爬上障碍。如果是平地玩的话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那如果有使用东西让它爬的话，就要特别的注意。
那现在是有开中立点刹车的状态，所以放油门车子就会刹车。我们把中立点刹车关掉，这样放开车子会稍微滑一下。打开的时候就会立刻刹车。距离的关系，所以操控觉得也会稍微有点延迟感。在拍摄的过程中，发现原本的蓝牙灯不会亮，突然又会亮了。原本是没有蓝灯，突然的恢复正常。那你开启的时候，蓝灯会闪烁，那就是在抓蓝牙设备。那这时候就把你的手机按开始连接，然后一样选择它，然后确定连接好之后，它就会蓝灯就会变很亮。就代表车子已经有连接到了。找了一些比较好玩的设施，之前拿来拍展示车的照片也可以拿来玩。然后发现这台吉米它的操控虽然线性比较重，但是只要路面或者是你的地面材质稍微有点阻力的话，它就不会变得那么冲了，就稍微比较可以好好的控制。油门可以加多一点，然后不会爆重。脚底按摩是你的好伙伴，当然有些拿去洗过了，洗一洗拿来给它玩也是蛮不错的感觉。好的，以上就是这台小米吉米的开箱分享。整体来说，我是蛮喜欢的。那我觉得它最大的优点就是 CP 值蛮高的，加上体积也不大，蛮适合携带出去玩，不会像一般的1:10遥控车体积很大，然后又要带遥控器。对，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用手机控制，因为大家出门一定会带手机嘛，那手机就可以来控制它，也算是非常的方便。然后是使用 USB 充电。所以有行动电源也可以随时的充电，然后继续玩。外观整体也非常的好看，放着当摆饰也不错，因为毕竟是有原厂铃木的授权。那另外讲一些小缺点，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它的油门线性非常的不好控制，那减速比也不足，遇到一点小落差，车子就会卡住，必须要加大油门才能爬得上去。但如果加大油门，车子就会有点爆冲的状态。很像以前在玩 CC01的那种感觉。那再来就是它的转向角度觉得不够大，因为它车身悬吊还有伺服器设计的关系，所以它落差的时候很容易就会产生转向。那你车头的高低也会影响到转向的角度，也就是落差会一直转向。车子在经过落差的时候常常会被导向，或者是因为车子倾斜或落差的时候，它的转向角度会变得非常的小，在操控上会变得比较没有那么好控制啊。当然，毕竟它这个比较算是入门的操控啊，有一些新手如果没有玩过真正遥控车，也可以先从这台来入门。那有看过一些已经把车子拆解过的分享的文章或影片，发现它的电池还有伺服器都也是模组化的方式来制作。有机会的话，应该可以直接改成一般遥控器还有接收来使用。看小米之后会不会推出其他的车款，或者是一些外观件改装件来让玩家选择，应该是蛮不错的。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不要忘了按赞订阅，后续还会分享更多开箱影片或者是改装完工的影片哦。